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那贸易战伦敦谈判第一天，它搞成了些啥呢？咱们看看一些说法啊。先看各自的观感，说首先第一天，贸易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的突破，这是结论。但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是参与者嘛，他讲中美之间的会谈富有成果。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讲，这是一次不错的会晤，认为第一天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还没有形成结论。川普呢也在白宫对记者讲，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进展顺利，说中国呢并不容易对付，但是我收到的都是好消息，也就是这几个人都给他汇报嘛。美国官员讲，谈判将在今天继续进行。华盛顿方面表示愿意取消部分的科技出口限制，来换取北京方面放松稀土出口限制的保障。这就跟昨天我跟大家介绍的路透社他说的整个那个大纲是完全一致的。有具体的报道了。说呢，整个这次的谈判第一天谈判从下午1点一直谈到了晚上8点才结束，谈了7个小时。这边呢是美国这3位，中国呢是何立峰率队，地点呢是在英国政府的兰卡斯特宫是在这么一个地方。那主要谈判的议题呢，稀土出口这个是知道了刚才主要谈这个能不能定一个单独的规定。美国白宫经济顾问那位主任哈塞特讲说，希望呢通过一次性的握手协议后，中方就可以释放大量的稀土出口。就前2天说给了点，那个量不够它需要大量，是需要有这个了。说中方呢，美方已经就提出了交换的条件，中方放稀土，美方放松出口管制。这是整个这2、3天谈判的一个主旨，然后呢，就看你放多少稀土，我放多少出口管制，跟我们昨天说的也完全是一样的。那现在关税问题并不在这次的主谈当中，因为这里边呢有一个90天的关税的暂免这不是你我退到30，你退到10，不有这么一个吗？那个得到90天到那时候再说。所以说那还有充足的时间。现在的急事儿是稀土，那边快断队了，美国那快停产了然后中国这边呢，实际上也受了内伤，也挺难受。那不是那天《华尔街日报》惊讶的报道，原来这卢特尼克他不光是把什么乙烷把那些东西给停了，他全给停了。他通知了各个行业协会，凡是有许可证的全给我停。连什么核电站的零部件什么的都给停了，所以说这个呢，现在中国那边也受不了说呢，这个两边的评价，中国那边很低调，就没吭声美方评价呢是非常的积极认为还是比较积极的。在今天上午10点，他们继续来开这个会。这是整个第一天路透社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报道那现在看，白宫经济顾问的主任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哈塞特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呢，他说的是比较清楚的。咱们看看美国这次的主战略是什么？说这一轮的贸易谈判旨在恢复稀土输美。这我们就知道了什么芬太尼的事儿没说吧？关税的事儿能不能再调调也没说，就不在这次的讨论当中，就是稀土。说目前呢，这些关键矿产的释放量是比之前高了点儿，但不如我们认为在日内瓦会谈上敲定的那个量高。你还没有回到当时5月12号说好的那个量。说我们需要稀土制造手机和其他物品急需的磁铁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技术环节来缓解这个进程。所以说这个把实话都说了，说呢希望今天谈完以后，中国会大量的释放稀土。哈塞特这个说法呢，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一个信号，掐着脖子有点难受所以说这次直接都给说了。
那美国要释放一些科技出口的限制，哈塞特也讲了，说非常非常高端的英伟达的产品可不是我要说的，那个不可能放。他说的是非常非常高端的那部分英伟达，我不给。那稍微往下点呢，对吧？你比如说之前他专门给中国定制的那 H20，中国是存了很多了，那个呢？原来说那个也不让卖，结果黄仁勋又跑到上海去，又和中国商量，那不是穿着小西服，皮夹克也不穿了，跟李强又聊，又再给中国研究一个，再降一等，我再给你专门做一款啊，你特别适合你的，这不是还要做吗？这是要放啊，那 H20放不放现在不知道啊，那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哈塞特讲，我说的是可能对其他半导体实施的出口管制，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呢是，美方要稀土，中方需要你把我的喷气发动机和其他的多种技术和产品的限制，就是因为不给稀土以后，美方砰加了很多这方面的限制，把那都给我去了。咱们俩回到5月12号，所以说目前的判断可以盘点的是，那这2、3天的谈判，第一，降低关税，这种可能性也不能说是零，但是呢，几乎是没有。这个会让很多市场呢是有一些失望。你好不容易叫贸易谈判，那不谈关税谈什么呀？那还有时间嘛？离8月14号还早呢嘛？那90天还有很长的时间呢。所以说这次呢，先把眼前的这稀土问题解决。所以说关税问题没有，延长90天那个呢也就没商量，那个会继续。然后放松出口管制，这个是没商量。那中国会不会恢复到5月12号当时答应的大量供给稀土的？回到那个点，然后美国呢把后来加的这个包括中国留学生所有这些事儿全退了，也就是C919的发动机啊，包括所有这些东西全部放开。而美国会不会也回到5月12号的原点？包括呢那个华为升腾芯片也是在日内瓦之后，他又重复了一次，可能那个就都没有了，都给放了，也就回到那儿。我认为这次谈了半天，实际上就是回到日内瓦。这是目前的各方面搜集到的情况，看到的一个结果啊。那现在做一点评论呢，美国稀土要断队了，受不了了。所以说这个呢，人家也不藏着掖着啊，这帮人也没那么多心眼儿，就直接把底牌都给说了，我们就是要稀土啊，你要啥你就痛快说啊，咱俩怎么地吧啊，这是一个了。中国这边呢，尽管那些限制也卡脖子，但是呢，现在很难受啊。但是你过不了这次是双方是一个交换，还没提到关税。中国想快点过了这个阶段，好快速的开始谈关税。为什么呢？5月份的出口现原形了，就是这30%也做不了，这情况是很难的啊，很难的。所以说现在呢，关税带来的进出口放缓，对习近平来说压力更大。快速给大家汇报呢，整个的这个我看啊，说到这个出口，5月份出口我用了是低迷，为什么呢？整个5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比4月份环比下降了12.7%，一下下降了这么多。4月份就已经不行了，4月份当时还记着吗？很多海运当时洛杉矶港、西雅图港那都断队了，大家应该还都有印象。结果5月份比那时候还下降了12.7%，同比那和2024年比呢，下降了35%，跌幅之大，这是2020年2月疫情以来的最大跌幅，一下跌了35%。这还都是说好的一些单子。新单子几乎就没有，
30%也说不下来啊，就做不下来，因为原来还有个20点几呢，加起来将近51%，做不下来。所以说整个出口呢就出现了大跌啊，跟美国啊这是有这方面的情况。那它海关这边的报道呢，总数它还是稍微增加的，主要呢对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是有增长，它的出口呢增长了13.5%。跟欧盟怎么这么多呀？欧盟能消费得了这么多吗？它那边的人口能买这么多东西，将近2万亿，一个月出口2万亿的东西，这是什么？这也是他们在和美国签约之前转口贸易的最后的疯狂了。所以说在这块呢，是主要是对东盟，然后对欧盟这块呢是略有增长，这个呢也增长了7.7%啊，从欧盟这儿出口是很多的，所以说就弥补了对美国这方面的差距啊，美国这方面是差了很多了啊，是差了很多了，一下同比下降了35%，这是够要命的。另外多说几句，海关的整个的这个数据，大家就能看出来，前5个月民营企业的出口是增加的，整个的进出口全算上增长了7%，占中国外贸总值的57.1%，也就是进出口民营企业占接近60%，其中出口占整个中国出口总额的65.4%，这个就是整个中国的出口啊，所以说你就知道民营企业在里边的分量啊，其他的外贸企业啊，在里边占多少呢？出口占中国外贸总值的出口呢是我看啊，占29%，进出口占29%，国有企业呢大概占整个外贸总值的13.6%，民营企业是占着整个出口的进出口的大头。啊，出口占60%多，你不好好对人家民营企业，你是人吗？所以说到这儿啊，人家这儿顶着你整个出口的这方面的压力呢。那整个消费呢，这儿也出现了一个问题。统计局最新的消费数据，我就简单跟大家说吧。整个呢，5月份的 CPI 商品价格指数同比又下降了0.1%，没有消费，连续第4个月下行。特别要命的是 PPI， 也就是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了3.3%，整个跌幅高于4月份，当时跌了2.7%，现在又跌到了3.3%，是近22个月以来的最大的降幅。PPI 已经连续32个月下跌了。就是产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32个月下跌了，这个通缩越缩越紧，越缩越深，特别是购进价格同比也下降了3.6%，就是作为这工厂，我出厂价格下降了3.3%，我从上游的购进价格原材料也下降了3.6%，已经连续28个月下降了。这里边房租、汽车价格各方面的跌幅是更狠，所以说这方面呢，中国的经济危机，整个的消费现在还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呢，当然现在他占着先手啊，那稀土呢这事儿急啊，川普有点转不过来了，有点没办法了。但是整个的大盘，中方明显是占据劣势。整个你还是处在被动的一方，所以说现在呢，如果美国有一天突破了它稀土卡脖子的这个关口啊，或者是跟日本合作，或者跟澳洲合作，他们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未来整个的局面还是会回到原来那个状态。所以说眼下呢，就看啊，整个的伦敦谈判大概就能谈成这么点东西。
跟关税、跟芬太尼什么的基本可以说是无关。会聊到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会涉及，但这次重点解决的是稀土解除限制的这么一个问题。你放我多少，我放你多少稀土，这次就是主要谈的一个过程了。我认为你要就这点内容的话，大概明天差不多也就谈完，也就是今天就谈完了。然后明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总结。